刘阿姨，我开始还想您能够回头，可是现在，即便您这么想，法律已经不给您这个机会了。小陈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一条路走到黑，跟阿姨拼个你死我活呢？于公，您犯了罪。我是一个检察官，我必须在法庭上将您绳之以法。而于私，您是我的恩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亲的阿姨。您入狱之后，我会经常去探望您，甚至……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小郑，你记住，从你离开这里开始，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。最好，最好。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挺好的。走吧，要我们担心的事情还多着。走吧。部长，小心！叫救护车！男性被小轿车撞击，头部着地，后面约20米，目前无任何意识，无应激反应，瞳孔放大。你们要救救他！一定要救救他！要救救他！这你们交给我们，拜托了。别担心。这是弹片，在大脑后部的这一片区域。可是他当时没有外伤，而且没有出血。这块弹片是旧伤，不是这次车祸造成的。现在它压迫了这一片区域的脑神经。目前的昏迷是患者在车祸中受到撞击，所以弹片往这边移动了一点点，只是很微弱的距离，却导致患者颅压瞬间升高，所以昏迷不醒。我已经做了颅内减压措施，患者的生命暂时没有危险。什么叫暂时啊？您是患者什么人？朋友。您也是医生，我就直言不讳了。这块弹片的位置非常危险，只要有任何的轻微碰撞，都有可能引起弹片移动。这次他很幸运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现在弹片周围的脑组织异常脆弱，患者应该会经常头疼、失眠。如果没有药物维持，情况可能会更糟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这个弹片有没有可能取出呢？不能。就目前得成的医疗水平来看，开颅手术取弹片，等于是自杀。儿子，妈错了，儿子，妈错了，你要好好的，要好好的。包阿姨，您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啊，你不要骗我了，刚刚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老天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这位太太，拜托您能把我的手松开吗？你掐得我很疼啊！你醒了，你醒了。您在这大喊大叫、大哭大闹的啊！
死人都会被你吵醒的。我在干洗你呀，小混蛋！阿姨，他胡说八道，证明他没事了。没事就好了，原谅妈好不好？我饿了。哦，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我买，他喜欢吃什么只有我知道。你帮我看着他啊，我帮你买好吃的。你还好吧？生龙活虎。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头疼、失眠啊？你知道吗？你脑袋里面有一块弹片。羡慕吧？你知不知道，随时都会死的？干我们这行的，就算脑子里没有弹片，也随时都会死啊。那弹片是怎么回事啊？3岁那年，一次意外的事故，就留下了这块弹片。什么意外的事故？3岁的时候，我怎么记得清楚？医生说我随时都会死，这儿的医生也跟你这么说的。难得他们意见一致，看来没有误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让我看看弹片从哪里打进去的。让我看看。看不到的，在里面呢。我看看。你是 X 光啊？包大哥，你醒了？啊，我睡了一个很香的觉。醒了就好。哇，你表情这么严肃，你是不是很担心我，很紧张我呀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也有事啊，再见。探长，那2个杀手眼看就要追到了，可是到了还让他们给跑了，都要把人急死了。继续找，你们要像梳子一样，把得逞的里里外外再梳理一遍。还等什么呀？是。探长，鸳鸯杀手虽然跟丢了，但是生产线好歹算是找到了，而且胡法医那边也有了进展。暂时还没有实质性的物证，况且庞律师太狡猾，在法庭上我们占不到任何的便宜。关键是现在包检察官住院了，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包正虽然伤势严重，但是案子不能停。如果他看到大家这样灰心丧气的话，也不会安心养伤。所以，振作起来，再接再厉。我同意。包大哥，探长哥，士气鼓舞的不错啊。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？你给我回去休息。放心，我这儿没有问题。你还说你没问题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情况非……Jerry， 我的情况你应该最清楚了。不过我福大命大，死不了。好，既然包检察官归队，那大家就汇报一下这几天的进展，商量对策。技术部做了车漆对比，确定撞伤检察官的那辆车，跟撞死倪律师的是同一辆，但是司机当场死亡，没有取得口供。绑匪那边有什么消息？我这边已经问过咱们被剥了衣服的2位兄弟了，可以证实，这对鸳鸯杀手已经挟持着奶妈寇珠和洋洋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，而且现在去向不明。两边都停止了。法院那边又继承胜诉。哦，庭审那边嘛，如果在开庭之前我们还没有确凿证据的话，就算是场面上比较主动，但是法官依然会以我们证据不足判我们败诉。这样的话，瑞鑫药业就不会承担任何的民事责任。看来物证这一方面我们已经走不通了。不过大家不要灰心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证。这个人呢位高权重，只要他肯出庭作证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力挽狂澜的。谁啊？赵迅。
这是命大。命大，那得看这条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还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。赵议员最近接连取消了2次竞选活动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在本次活动中能够稳操胜券？啊，这最近呢，本人身体不适，所以医生嘱咐我在家休息。赵议员为了德城市民，日理万机，难免身体不适。不过经过前期的休养，现在身体已无大碍。能否请赵议员详细谈谈您的政治纲领呢？如果德城市民信任我，我就有信心，在3年之内把德城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安全、富足而且有保障的城市。请问您对您的竞争对手赵迅如何评价？赵议长德才兼备，奋发有为，从本市的一个后起之秀，走到如今的众望所归，能有这么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我感到幸甚至哉啊！议长先生，见您一面可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我这最近身体不太舒服。议长，我们又不是记者，这样的外交辞令大可以免去。洋洋至今都没找回来，我也没心思待客，见谅。来，坐。洋洋的安危都系于您一身。此话怎讲啊？如果一开始您就是豁然开朗的，不以德城百姓的安全为挡箭牌，只为了洋洋的安全，对警方也是和盘托出，毫无保留，今天就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说实话，我也有我的不得已。人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这么简单呐。这句话我几天前也说过，因为选择的艰难，所以才力量千钧。我不妨开宗明义吧，议长，这次我和包正前来，就是想请您出庭作证，指证瑞鑫药业制造问题疫苗，从中非法牟利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这是最后的办法，也是唯一的。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，就是为了避免这一天。不，一切的妥协都是因为怯懦。议长先生，我今天来，本来是要以我的经验来说服你，但是你的人生阅历比我只丰不少。你们不知道，这一番之后，德城的政商两界要掀起多大的波澜。好啊，荡涤之后，才能够一切如新。你应该比我们清楚，刘丽华的势力非常庞大，一般的力量是很难能够撼动的。就算是取得了一时的胜利，也像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所以，只有像您这样的影响力，才有希望。你们走吧。议长。议长先生，我非常相信你最终的选择，所以给你时间。他越来越严重了，你赶紧带他去看看吧，不然的话，怕他挨不到明天了。宝贝儿，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
报仇。凭什么？郭槐那个狗娘养的，把我们害成这样。答应我好好活下去，不要找人报仇，不要找人报仇，答应我。阿洛，阿洛，醒醒啊！阿洛，阿洛，阿洛！包正，他们现在在找赵迅。是啊，刘董，他们会不会拉赵迅去法庭作证？从现在起，严密监视赵迅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跟我汇报。好。赵迅的孩子呢？哦，已经安全了。警察在闸湖什么也没有找到，撤了。那2个人呢？已经到了第2个备用点。刘董，您放心，他们我会解决好。去，把那个孩子带到我这儿来。知道了。赵迅，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从想撞你的那辆车的车胎里找到的。在验尸的时候，发现司机的死因是左胸口上的那颗子弹，而那颗子弹是从公孙探长的枪里发射的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公孙探长枪法如神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当时车子因为突然间失控了，所以公孙探长才来得及开那一枪。可是车子为什么会突然失控呢？哼，不是爆胎吗？如果一个人事先设计谋杀，为什么不检查车胎呢？和另外一颗子弹有关吗？现场公孙探长只开了1枪，而那一枪在司机的身体里。那么另外1枪是谁开的呢？那辆车不是意外爆胎，而是被子弹击中才失去了方向。这个你眼熟吗？那天在权威实验室里的那个枪手。根据弹道的痕迹，就是这颗子弹打死了这个人。经过对比，2颗子弹属于同一型。你是说，那个人救了我一命？他为什么要救你？这个我可以留着吗？当然。你走出这道门看看，因为你的自私自利，有多少孩子和你儿子一样就已经死了？或者双目失明，有多少孩子因为你的胆小怕事、自私自利，无法讨回公道，将瑞鑫药业绳之以法，并得到应有的赔偿？因为他们只能永远地生活在黑暗中。走，去彭府去。瑞鑫药业不赔偿，但是孩子们不能等。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互助，支持我们这次医捐筹款的计划。既然政府不作为，就让我们彼此携手。希望大家有轻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请帮帮这些孩子们，谢谢大家。为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孩子们，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互助，都行动起来。包检察官，谢谢你们。不过我们不能白白接受别人的捐款，这些钱都要记名，打借条。希望大家多多帮忙，帮帮这些孩子们。大家积极行动起来，让这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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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
爸，爸爸。议长先生，市民当中的弱势群体，尤其是那些孩子们，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一餐一饭，更不要说关乎他们医疗健康的生命问题，本来不该用民间的力量关注太多。可是现在，民间的声音这样响亮，说明我们的政府渎职得很严重。如果您现在还冷眼旁观的话，那么我相信，您很快就会丧失掉普通选民的选票。我做事情从来不是为了争取选民的选票。那您是为了什么？赵议长，赵议长，张师傅，赵议长，我认识您，竞选的时候我还投过您的票呢。您还抱过我们家依依呢。这么久了，你还记得我？张师傅，现在我的内心很愧疚。老张，快说，快说！刚才我在河边看见依依，我喊她，她答应了一声就不见了。我听见水声，再喊就没答应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赶快去找！快带我们去啊！刚才在什么地方玩？在那边，在那儿呢！赶快捞上来，快点！抓住！抓住！依依，除了眼泪，您还能为他们做得更多。想想依依吧，想想那些无辜的孩子，他们本来是德成的明天，可是现在，你为他们做了什么？一个没有明天的城市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？杀手阿洛的伤势不轻，从染血的部位来看，这里、这里还有这里，都有大面积的创伤。其中，这个伤口应该是致命伤，从创面上来看，已经伤到了内脏。如果没有用消炎药控制感染，应该已经危及到了生命。公孙泽，在果园里面被扒去警服的是哪2个人？是特别行动组的小赵和小李。这就对了。
根据之前的判断，阿洛的身高是185公分，而小李和小赵的身高只有170公分，所以阿洛根本就穿不了他们的警服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扒去他们的警服呢？是障眼法。对。况且阿洛他已经身负重伤了，根本走不远。鸳鸯杀手之所以扒去了警员的警服，只是为了要造成一个他们伪装成警察逃出包围圈的假象，而实际上，他们根本就没离开过果园。而且，警方往往对搜查过的地方不会再搜查，所以果园才是最安全的藏身地点。展超，立刻调动闸湖全线警力，回马枪杀回果园，四面包抄，铁桶阵给我牢牢围死。是。公孙泽，带人去赵府，一定要把赵迅安全的带到法院。赵迅他会来吗？这一次的代价又是一条小生命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来。那法院那边呢？我会尽量多的帮你争取时间。出发。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呢，我已经有一定的想法。至于事态的发展，我下次再告诉你。这么早啊？打算给法官好印象，驳同情分啊？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庞大律师，你来的这么晚，不会是心虚了吧？让你一回合，你后半生也就这2分钟的风光了。同是操戈，相煎何急？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很多事情很快就会弄明白的。全体起立。大师！
请控辩双方做最后陈词。辩方律师。谢谢法官大人，各位陪审员，众所周知，10年前，瑞鑫药业在德城立足，我的当事人刘丽华女士白手起家，韬光养晦，用10年时间，才将瑞鑫药业发展壮大，在业内建立了毫无瑕疵的卓越口碑。我冒昧地问一句，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哪一位在病痛时没有受益于瑞鑫药业的产品？在这10年里，瑞鑫药业没有卷入任何一桩医药丑闻，没有接到过任何一起药品投诉。自创立至今，10年质量免检，连续3年获得医药行业销量冠军。请问，这样一家奉公守法、普济众生、历经10余年的老字号药厂，今天坐在被告席上，面对毫无证据的指控，这是谁的悲哀？
正方检察官。这个，哈哈，久闻庞律师的大名，啊，今天真是名不虚传呐。刚刚的一番慷慨的陈词，催人泪下。你用自己激情澎湃的语言，描述了刘丽华女士，还有瑞鑫药业的发家史，白手起家。 韬光养晦这8个字呢，用的挺不错的，挺好。可是我觉得庞律师你呢，好像并不是真正明白这8个字的意思。所以法官大人，这个我请求您，为了让我的辩护词更加的准确而且有力，让我在现场。 给所有的市民们解释一下这8个字真正的含义。啊，谢谢。谢了。要上庭了。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包正说过，会把我的孩子带回来。只要我的儿子能平安地回到我的面前，我就上庭。就是空的意思，白手就是空手啊。那么，有的人就一定问我了，这个白怎么能就是空呢？白应该是色呀，所以应该是色手起家。这里面呢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色手起家这个成语，就算是有呢。 也是违法的。控方，请尽快切入正题。不是法官大人，是这样的，你觉不觉得，辩方律师在很多问题上都在偷换一些概念，而这个概念呢，对法庭的审判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们一定要理清这个概念。第一，对这个。 辩方律师的辩护词有一个非常深刻、准确的认识。第二呢，对广大市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普法教育的机会。还有就是不能够胡搅蛮缠，不能够混淆视听。这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快切入正题。明白了，法官大人。 那么，这个案情呢，我还想引用法典解释一下。赵议长，不能再等了，包正拖延不了太长时间。公孙探长，只要你们言而有信，我自然言而有信。